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这期视频我们做苹果派，我会分享派皮分层起酥、派底不湿的技巧。中筋面粉、低筋面粉、糖、盐这些干性材料混匀，加冷黄油和冷猪油。黄油和猪油都有起酥的效果，猪油效果最好。不吃猪油的话，就用同等重量的冷的无水黄油代替猪油，加冰水和冷的白醋，简单快速抓几下，把固体的油分成小一些的颗粒，这些固体的油就分布在面粉中间，把面粉隔开，通过烤制就能实现分层起酥的效果。我们用的材料都是冷的，这样一方面固体油脂就不会在手温的影响下快速融化，而和面粉融为一体，影响起酥。另一方面，低温不利于形成面筋，冷材料做出来的派皮才能非常酥。如果像这样有散落的干粉，撒一点点水，水要尽量少，水少就不容易形成面筋，派皮才酥。派皮分底部和顶部两部分，所以我们把面团分成两块，一块大的，一块稍小，小的整成方饼做派顶，大的整成圆饼做派底。注意不要把黄油和猪油搓细腻，黄油和猪油抓成青豆甚至榛子大小。重点是不要揉面，不要过度操作，抓成形就好了。冷藏15分钟，面团冷藏变硬后容易操作。先拿出圆面饼，上下垫烘焙纸，撒一点干粉压平，擀成圆形，大小要能覆盖你的派盘，边上要有一点富余的，最后用擀面杖捋一下找平。你会发现派皮上会有星星点点的黄色和白色的固体油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效果。擀平后，这些油块间隔在湿润的面粉中间，烤制的时候就会分层起酥。另一块用同样的方法擀成长方形。派皮的边缘不整齐是正常的，不要过度整形，否则会影响起酥。擀好的两个派皮再放回冷藏。15分钟后，先把原派皮拿出来。我用的是6寸的派盘，这样扣到派盘上。铺派皮的时候要避免拉扯，这样烤制时就不会回缩。注意这个手法，用3个手指，这样捏出派的边缘，切掉多余的部分。提前烤派皮是为了让派皮定型变硬，这样就不容易吸收苹果馅里的水分，派底就非常酥脆。加满生豆子或者生大米，防止派皮烤制中变形。派盘下面可以垫以下3种材料：披萨石、铸铁锅、摞在一起的双层烤盘。无论用哪一种，都要放烤箱里一起预热，这样派皮受热才更均匀。175度烤30分钟。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做苹果馅儿。苹果选酸脆硬的品种，或者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苹果，它们里面有更多的天然果胶，这种苹果不容易被煮烂，会保留苹果的口感，适合烘焙用。2个苹果擦粗丝，另一个苹果先切片后切丁，这样口感上才有层次和对比。我们来炒苹果馅儿。黄油融化起泡后，加苹果丝，用白糖把苹果中的水分抽出来，炒15分钟变软，下苹果丁，再炒10分钟。调个淀粉水，淀粉给苹果馅儿提供支撑，转小火加入淀粉水，这样做好的苹果派切开之后不会散开。白淀粉很快就变透明了，关火，用锅的余热融化其他的材料，装到盘子里，加快冷却。这是烤好的派皮，拎出豆子，冷却派皮。派皮和苹果馅一定要彻底放凉再组装，这样派皮的底就不会湿软。我们的苹果馅是炒过的，所以接下来烤的时候也不会出水打湿派底。从冰箱拿出长方形的派皮，沿长度方向切细条。因为派皮是冷的，普通刀用刀尖划开也很容易。我们来编网格，每隔一条掀起来一条，编进去垂直的一条。给派编网格，一是为了好看，二是为了烤制的时候让多余的水分继续散发，这样派皮就非常酥。1个室温鸡蛋，把蛋白打散，刷蛋白，蛋白的粘性好，会粘住白糖。
从高处撒糖，这样更均匀。铝箔纸围起来，这样边缘就不会烤糊。220度烤30分钟，派烤好了，至少等4个小时冷却后再脱模。这个派太酥了，所以脱模的时候我们用2个牌子颠倒一下把派取出来。从选料手法到派皮和馅料的处理方法，所有的考量都是环环相扣，所以跟做的时候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派皮又香又酥，苹果馅是酸中带甜，希望你喜欢这个苹果派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您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